在干旱少雨、主要由山区、高原和沙漠组成的西亚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肥沃之地。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从这里缓缓流过。每年春季，两条大河因为雨水和来自扎格罗斯山脉冰雪融水而定期泛滥，使南部的平原地区被水淹没。经过数千年的沉积，终于，当一般的洪水已不能将它淹没时，它就变成适合农耕的沃野。因此，从极古的时代起，就已有人类居住、开拓这片古老的土地。今天与您开个脑洞，一起探索两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兴衰。古希腊人将这块地方称为美索不达米亚，意为两河之间，今天习惯上也称之为两河流域，其地理范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。它的东部是伊朗高原，西部与阿拉伯沙漠和叙利亚草原接壤，北近亚美尼亚山地，南临波斯湾。两河流域可分为南北两部分，北部叫亚述，南部叫巴比伦尼亚。巴比伦尼亚又可分为两个地区，北部叫阿卡德，南部叫苏美尔。两河流域是已知世界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，它的历史比埃及还要悠久，成就也毫不逊色。它拥有人类最古老的文字、城市文明。大约在6000多年前，人类文明在一片新月形的土地繁荣起来。最早的文明是始于公元前4300年的欧贝德文化，它是两河流域远古时代的土著文化。那时还没发明文字，所以传说大多停留口头上。苏美尔人的出现带来了转折。大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，苏美尔人进入两河流域南部，他们带来非常进步的文明，很快同化了当地土著，创造出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文明。从公元前2900年起，两河历史进入城邦发展、争雄和衰落的早王朝时期。它的前期止于公元前2750年，即为苏美尔神话中的洪水时代。大洪水的故事最早记录于泥板史诗《洪水》上，考古学家发现的同一时期的淤泥层证实了史诗的内容，它是圣经中旧约创世纪中洪水故事的原型。苏美尔产生整个美索不达米亚，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城市文明。我们现代生活中仍能看到苏美尔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。例如，我们把1小时分为60分，1分钟分为60秒，将1年分为12个月，1周分为7日，将圆周分为360度。苏美尔人还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文字，并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，使它成为其文明流传的有力工具。苏美尔的神话体系已相当完整，每个城市都有一位保护神，最重要的3个神是天神安、风神恩利尔和智慧之神与水神恩基，他们分别是乌鲁克、宁普尔和埃利都3座城邦的保护神。随着后世城邦地位的变动，神明们在神谱中的地位也跟着波动起伏，所以3个神都当过主神。和肥沃的巴比伦尼亚相比，北部的阿卡德地区迈进文明门槛较晚，但早从早王朝时期，阿卡德人就逐步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、宗教和习俗。大多数神换了个名字就被接纳入阿卡德的神谱，地位和神职责基本不变。天神安变成安努，水神改名埃亚，风神恩利尔发音变化不大，太阳神叫沙马什，月神是辛，爱神伊南娜为伊什塔尔。公元前2347年，阿卡德的萨尔贡一世称王后，率领军队南征北战，攻取了乌鲁克、乌尔、拉戈什等诸多城邦，统一了巴比伦尼亚。两河流域第一次处于一个统一的阿卡德王国之下。不过萨尔贡的阿卡德王朝统治基础并不稳固，各城邦频繁发动暴动，来自北部的外来民族也对王国构成威胁。最后在公元前2191年，来自波斯的游牧民族库提人入侵巴比伦尼亚，敲响了阿卡德王国灭亡的丧钟。库提人的统治维持了约1个世纪，统治者们也接受了苏美尔的宗教。此时各城邦纷纷复兴，其中拉戈什最为强大，据称控制了宁普尔和乌鲁克。最后乌鲁克恢复实力并击败了库提人。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乌鲁克城试图干预乌尔城和拉戈什城之间的冲突，反被乌尔国王乌尔纳姆所灭，后者称为第三王朝开创者。乌尔第三王朝又称苏美尔复兴时期，苏美尔文明趋于极盛。此时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典乌尔纳姆法典，但好景不长，到第5位国王伊比辛约公元前2029至2006年在位时期，国家日趋衰落。公元前2006年，阿摩利人从西北部入侵乌尔王国，埃兰人则从东南进攻，于公元前2006年俘虏伊比辛，乌尔第三王朝宣告灭亡。在群雄逐鹿两河流域之时，巴比伦王国悄然崛起。这座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，地鄂贸易要冲，早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已成为重要城市。约公元前1894年，阿摩利人苏木阿布姆在此建国，即古巴比伦王国。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至1750年继位初期时，巴比伦仍依附于亚述和拉尔萨，直到1763年向外扩张。汉谟拉比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，先后灭亡以辛、乌鲁克、拉尔萨、马里诸国，直至1758年完成对除北方的亚述和埃什纳努外的整个两河流域大统一。不过，统一国家的建立使神谱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倒不是说旧神全部都被推翻，天神安努、水神埃阿、大气神恩里尔还是主要神灵，月神辛、太阳神沙马什和爱神伊什塔尔也很受重视。但由于巴比伦城成为王国首都，为表现王国的统一，巴比伦守护神马尔杜克取代天神安努跃居众神之首。汉谟拉比去世后，古巴比伦王国国力开始衰落，此时国内阶级矛盾纷争，同时周边国家日趋兴起。约公元前1595年，小亚细亚的强国赫提占领巴比伦城，古巴比伦王国。此后，来自扎格罗斯山脉的加西特人进入巴比伦尼亚，建立加西特王朝的巴比伦国家。约公元前1530至1155年，加西特巴比伦时期国泰民安，战事不多。国王第一次使用了巴比伦尼亚之王的称号，它说明城邦制度进一步衰弱，王权致力于建立统一国家。不幸的是，加西特王朝的4邻皆为强国，如亚述、赫提和埃兰。由于双方力量的消长，加西特人和亚述人、埃兰人的关系历经多次反复。约公元前1157年，埃兰人掠走加西特末代国王，宣告王国的灭亡。亚述是古代西亚一号战民族，生活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高原上。从公元前13到公元前7世纪，在西亚横行一时，给各民族留下了恐怖的记忆。亚述人是从公元前19世纪向外扩张的，他从一个不很发达的小部落迅速扩张成版图庞大的帝国，历经3次崛起与衰落，横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，把巴比伦夷为平地，一度把版图推进到地中海沿岸。或许还真是因为2位战神青睐有加，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，公元前7世纪，亚述最终走向衰落。凡从未真正屈服过的周边国家和民族趁机崛起。公元前605年，加勒底王子尼布甲尼撒2世指挥的巴比伦军队在卡尔克米什与强大的埃及、亚述联军决战。这场大战以巴比伦人的胜利而告终，他宣告了亚述帝国的灭亡。作为加勒底王朝的新巴比伦王国，成为亚述帝国半壁江山的占有者，版图包括巴比伦尼亚、叙利亚、巴勒斯坦和腓尼基。公元前604年，尼布甲尼撒2世登基为王，为避免后院失火，他迎娶米底国公主塞米拉米斯为妻，从而稳定了后方。这时期最著名的建筑有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和圣经中臭名昭著的通天塔巴别，以及通往马尔杜克神庙的朝圣大街。但整个城市本身就是个奇迹。该城呈方形，占地202.34公顷左右，全城共有8座城门，均以神灵之名命名。其中西北门的伊什塔尔门最为壮观，至今保存的也最完整。
新巴比伦的辉煌只是古代两河文明最后的回光返照，在王国的东边，新兴的波斯帝国对巴比伦尼亚构成严重威胁。商业的衰弱导致国内经济困难，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日趋高涨，尤其是祭司集团与王室之间的矛盾更是埋下日后灭亡的种子。公元前562年，尼布甲尼撒二世驾崩，此后王权日益衰落，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结束了两河流域独立国家和文明的历史，开创了它作为近东其他大帝国组成部分和受其他文化同化的历史。此前两河文明居于优势地位，对周边文明的影响一直是间接影响，付出多于吸纳。此后异族的统治使两河文明与自身内涵不断丰富深化的外来文明，特别是波斯、希腊罗马和阿拉伯文明的交往更加直接，进入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新时代。今天你的脑洞开了吗？如果大家觉得这部影片有趣，还想了解更多内容，我会继续分享后续的故事，请你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当然，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，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。但先别急着去寻找苏美尔人的文明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，等你观赏呢。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，就可以尽情享受。持续锁定我们，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。